仅一个洞房夜，公主便被打入冷宫。Je ne savais que cela faisait aussi mal. Je me mordais les lèvres pour ne pas crier. Je l'ai repoussé. Et puis...14岁的西班牙公主刚嫁到法国，尚未懂男女之事，却被太后要求立即同房。洞房夜，贵族如秃鹫般围观，两位新人被迫赤裸相对，履行古老屈辱的皇家传统。14岁的王子路易本就对这场政治联姻毫无热情，如今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尊严被碾压成尘。那一夜成为他心中挥散不去的阴影，也让他从此疏远了妻子。之后的4年，路易拒绝与妻子同床共枕，婆婆玛丽德·美第奇把无子的罪责全数推给儿媳，处处排挤。安妮那颗满怀期待的心渐渐被孤寂与失望冰封，直到一个名叫玛丽·路易斯的女孩闯入她的生命。她像一阵自由的风，她的聪慧大胆和叛逆让保守拘谨的安妮看到了另一种活着的可能。在玛丽的帮助下，安妮渐渐学会如何在宫廷的暗流中站稳脚跟，甚至一点点赢回了丈夫的心。然而这场友谊的代价却也将玛丽推入了无底深渊。这部2025年新出的法剧改编自朱丽叶·本佐尼的传记小说《玛丽的阴谋》，两位年轻女演员的精彩演绎撕开了法国宫廷表象下的黑暗与虚伪，让观众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，一个成为传奇，另一个却注定沦为政治的牺牲品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法国新剧《先友谊》。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，一个中年公爵拜访了玛丽的父亲，男人正是路易王子的宠臣，他想要借着联姻的幌子改善家族血统。玛丽的父亲宁受清贫，也绝不愿将女儿当作换取利益的筹码。没想到此刻的玛丽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，正在湖水中清凉的她破水而出，决然不顾湿透的衣裙，赤足踏过草地，朝着家的方向狂奔。眼前的公爵虽然配不上英俊二字，却有一种独特的成熟韵味。玛丽来不及整理凌乱的衣衫，欢快地来到公爵身前，字字恳切地应下了婚约。父亲自然也就没有了拒绝的理由。大婚那日，洁白的婚纱如流云般裹住少女窈窕的身姿，玛丽缓缓走向圣坛，奔向了她引以为傲的幸福。洞房之中，光影婆娑，查尔斯凝视着娇俏可人的玛丽，不禁感叹：Si la reine avait le quart de vos talents, notre roi serait moins à plaindre. 身为宠臣的查尔斯忧心于王室关系的裂隙，决意将灵动非凡的玛丽引入宫廷。然而西班牙侍女对她的年轻稚嫩满是鄙夷，安妮对她也是冷若冰霜，可玛丽却似春日里蓬勃生长的藤蔓，在重重刁难中悄然舒展身姿。面对被嘲笑俗气的华服，她从容地换成王后喜欢的款式。在冗长枯燥的祷告时间里，她强耐着性子默默忍受。终于命运的转机悄然降临。那一日午后，玛丽提着裙摆，追逐着那只被视为不祥之鸟的乌鸦，在宫院的草坪上翩然起舞。安妮望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，紧绷许久的嘴角竟不自觉地微微上扬。这份打破宫廷常规的鲜活与灵动，如同一束璀璨的光芒，照进了她死寂已久的心湖。此后，安妮主动邀请玛丽共骑马术。当玛丽骑上白马的那一刻，安妮眼中虽带着一丝对骑马姿势不够优雅的评判，却也褪去了初见时的厌恶。谁知下一秒，在西班牙侍女们的谋划下，玛丽如受惊的小鹿突然跌倒在地。看着玛丽肿胀的小腿，查尔斯又在国王身边吹起了耳旁风。西班牙侍女一日不出，国王就永远走不进王后的内心。于是第二天，路易便驱散了所有的西班牙侍女。安妮在空荡荡的寝宫里泣不成声，那些从故土带来的熟悉面孔是她在陌生国度最后的慰藉。如今这一切全部烟消云散，玛丽一直在身旁安慰，路易笨拙地前来安抚，可没听到安妮回应的他自尊心受挫，头也不回地转身负气离去。玛丽深知修复这段婚姻的裂痕需要的不仅是王后的改变，还有国王的改变。她像织锦的巧匠，精心策划着每一步，教安妮以欲拒还迎的俏皮替代往日的矜持，带着她逃离宫墙，在旷野上纵马驰骋。当路易望着策马归来的王后，眼底终于泛起了久违的关切。Je vous ai cherché. Si je vous ai inquiété, mais mon instinct croyait que j'en suis désolée, sire. Jamais je ne vous ai vu aussi. 在玛丽和丈夫的神助攻下，国王鼓起勇气邀请安妮一起驯鸟。可在驯鹰场上，当猎鹰展开巨大的翅膀时，安妮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缩。与之相反，玛丽眼神坚定而自信，那只桀骜的猎鹰仿佛被她的魅力所折服，竟温顺地落在她的手臂上。一旁的路易见状，眉头紧紧皱起，眼中满是失望与愤怒。Faites attention, vous allez le blesser. Votre coude, vous ne m'écoutez pas. Vous faites tout de travers. Vous tenez compte de mes indications, merde. T'as pas bien fait.
这如雷贯耳的斥责，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，狠狠刺痛了安妮的心，也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再次降至冰点。随后，玛丽单独找到路易，试图再次缓和，可路易的语气中依然带着一丝不满。他认为自己的王后不仅要有倾国倾城的容貌，更要有过人的胆识与气魄。为打破这僵持的局面，玛丽绞尽脑汁，再次想出一个大胆的计策。她要利用其他男人刺激路易潜在的占有欲。窗边的侍女看到路易归来，立刻发出信号，舞会正式开始。安妮在男伴的陪同下悠然的翩翩起舞，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当路易走进大厅，安妮提着裙摆差点撞入他的怀中。路易看着安妮脸上那从未见过的灿烂笑容，眼神瞬间变得冰冷，他目光如炬，审视着屋子里的每一个男人，随后便一言不发地走到舞池中央，缓缓向安妮伸出手，邀请她共舞。安妮表面强装镇定，可内心却早已掀起惊涛骇浪。不幸的是，尽管这次计划成功地激起了路易的嫉妒心，但他依然没有走进王后的寝宫。这是安妮第一次鼓起勇气向玛丽诉说了新婚之夜的痛苦经历。 Je ne savais que cela faisait aussi mal. Je me mordais les lèvres pour ne pas crier. Je l'ai repoussé. Et puis, il est revenu. Il s'est obstiné. 玛丽静静地听着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她终于明白了路易对婚姻排斥的根源，于是她又在皇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。宴会上，玛丽穿梭在人群中，与大家谈笑风生。很快，她的热情活泼吸引到一位男士的目光，他正是王后随从女官玛格丽特的亲哥哥克劳德。克劳德的眼神中充满了炙热的爱意，玛丽也大方的回应。宴会结束后，仆人为安妮换上了平日里常穿的纯白色睡衣，可玛丽却拿着一件透明如纱的长裙。安妮脸颊瞬间变得通红，心中既兴奋又害羞。另一边，路易在房间里看着所谓的真人教学，试图克服心中的障碍。可看着看着，他的眼皮越来越沉重，最后竟沉沉的睡着了。如今的安妮在玛丽的引导下，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她毅然决然地穿上那件薄纱长裙，迈着坚定的步伐敲响了路易的房门。第二天，安妮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那娇羞的模样宛如沉浸在爱河中的少女。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，路易和安妮如胶似漆，整天黏在一起。不久后，安妮终于怀孕了。与此同时，查尔斯满心欢喜地将玛丽的双眼蒙住，带着她来到一座宛如宫殿般的豪宅前。这是国王为了感谢她的努力，特意赏赐给她的。然而，对于玛丽在其中所付出的巨大功劳，查尔斯却只字不提。玛丽听后，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不满与委屈。她看着查尔斯那得意洋洋的模样，眼神渐渐变得冰冷。这一刻，玛丽意识到，在这个华丽的皇宫里，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。然而这天，安妮与侍女们嬉笑打闹时，却意外跌倒在地。那天晚上，气氛变得让人窒息。隔天一早，侍卫告知国王即将出征，要与王后做临行的道别。安妮强忍腹部疼痛，让侍女为自己梳妆打扮，试图掩盖苍白的脸色。路易赶来后，不舍得亲吻安妮的手腕，叮嘱她照顾好自己和腹中的孩子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安妮的情况却急剧恶化。鲜血不断从双腿之间流出，御医检查后无奈地摇头。安妮痛苦的叫声在空旷的宫廷中回荡，仿佛是命运无情的嘲笑。太后埋怨安妮没能保住继承人，便添油加醋地给国王写信。路易看到信后，瞬间暴跳如雷。Votre femme. Et je la chasse du palais. 他不仅要撤销玛丽首席侍女的职位，甚至打算将她流放。查尔斯本想为妻子求情，可看到路易恼羞成怒的模样，他还是选择了沉默。很快，国王的指令传回皇宫，玛丽被驱逐出宫。更让他绝望的是，查尔斯在军队中不幸染上猩红热，医生想尽办法也无济于事。就在他一筹莫展时，玛格丽特的出现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。 Votre frère.Je suis veuve, il est célibataire. C'est lui la carte à jouer. Il est duc de Chevreuse, prince de Lorraine et cousin du roi d'Angleterre. Si je deviens sa femme, le roi ne pourra plus s'opposer à mon retour à la cour.
玛格丽特虽不反对玛丽的计划，可哥哥是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，想要说服他并非易事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克劳德心中对玛丽也有好感，可他更忠于国王的命令。玛丽得知克劳德不想娶自己后，心中不免失落。然而玛格丽特坚信事情还有转机。果然午夜时分，克劳德出现在玛丽面前。玛丽强忍着心中的激动，躺在床上背对着他，演技精湛地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克劳德看着玛丽柔弱的背影，心中的防线逐渐瓦解。第二天便冒着风险向国王求情，玛丽也因此得偿所愿，不仅免于被流放，还被允许回到王后安妮的身边。有了玛丽的陪伴，安妮终于不再孤单。为了缓和国王和王后的关系，玛丽再次精心策划了一场芭蕾舞主题的宴会。可排练开始，却得知国王不打算参加。即便如此，玛丽还是将安妮装扮成全场最耀眼的存在。然而在演出中，安妮的男伴做出了越剧的行为，安妮吓得落荒而逃。就这样，国王和王后的关系不仅没有缓和，反而更加紧张。这天，玛丽从皇宫回到家，家中来了2位英国使者。克劳德热情地接待他，没想到玛丽与其中一个伯爵对视了几眼，心中竟涌起一种莫名的情愫。两人还约定一起私会。到了晚上，玛丽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最终，她趁丈夫熟睡，偷偷换上了女仆的衣服，走出了家门。结果，她刚到旅店门口，却被一个醉汉盯上。玛丽奋力挣扎，却被一群打晕。就在她险些被侮辱时，一直跟在她身后的女仆及时出手，用短剑刺伤了醉汉。玛丽清醒后不堪被如此侮辱，毫不犹豫地结果了醉汉的性命。另一边，王室正为妹妹嫁给英国做准备。然而到了晚上，白金汉公爵表达了对法国接待安排的不满，认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。路易因身体未痊愈，不得已破例让安妮出面接待白金汉公爵。然而在与白金汉公爵的交谈中，安妮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与愉悦，两人相谈甚欢，围绕在他们之间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暧昧气氛。此后，关于王后和白金汉公爵的传闻在宫廷中迅速蔓延，加上太后的添油加醋，路易再也无法忍受这些流言蜚语，于是便将公主的婚礼提前。与此同时， Шел граф Холланд и желает видеть герцогиню. Герцогиня не здоровится, она не может вас принять. 大使伯爵悄悄爬进了玛丽的卧室，质问她为何爽约。玛丽淡定地表示自己从未承诺过什么，两人互不相让，甚至打了对方耳光。玛丽拿起桌上的玻璃壶砸向大使，可看到他受伤时，心中又有些不忍。大使趁机亲吻了他的手心，玛丽心中的防线彻底崩溃。至此，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私会。另一边，公主出嫁的时候终于到来，安妮从大局出发，成功说服路易，由她代替太后护送公主到边境。玛丽作为王后的首席侍女也一同前往。可在收拾行李时，白金汉公爵突然找上门来，希望玛丽能够制造他和安妮单独见面的机会。于是在下车后，他便开始寻找适合密会的地方，并在周围的树枝上绑好白色丝带作为记号。短暂调整后，清宫里举行一场离别舞会，白金汉公爵如愿与安妮共舞。安妮在与他的共舞中感受到了与路易跳舞时从未有过的轻盈和快乐，心中也泛起了涟漪。晚餐后，一行人在花园散步，白金汉公爵与安妮无话不说。可下一秒，白金汉公爵悄悄拉着安妮钻进了树丛。然而2分钟后，树丛里传来安妮急促的呼救声，大家冲进树丛，只见安妮衣衫不整地躺在石凳上。事后，白金汉公爵急切地求见安妮，希望能当面道歉。安妮怒火中烧，坚决不愿再见他。她深知自己身为王后，绝不能做出犹如法国和西班牙皇室的事情。路易得知此事后也愤怒至极，但此刻的玛丽并不知道自己已惹得国王震怒。她与公主一同踏上前往英国的旅程。新婚之夜，玛丽寸步不离地守在公主身边，直到将羞涩的新娘安顿在婚床之上，脸上才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欣慰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那位曾和她倾心的大使，此刻正在与她的贴身女仆缠绵悱恻。不久后，公主大婚的喜讯传回法国。起初，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政治联姻成功的喜悦之中，却不想很快便传来了坏消息。公主在英国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与认可，因为白金汉公爵对安妮的冒犯之举，路易恼羞成怒，明令禁止白金汉踏入法国领土。白金汉怀恨在心，致使英法两国的联姻迅速破裂，先后签署的协议也称为一纸空文。此时玛丽告诉安妮，白金汉公爵对她的爱意并未消减，反而愈发浓烈。然而安妮却无法释怀公爵的鲁莽冒犯。玛丽深知路易对安妮并无真心，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能诞下继承人的工具。安妮心中也明白，从情感上说，白金汉公爵或许是良配，但作为王后必须克制自己的感情。不久后，
后，大使接替白金汉公爵，成为英国驻法大使，前来与路易商讨两国关系。再次见到大使，玛丽那颗蠢蠢欲动的心又开始躁动起来。她看着烂醉如泥的丈夫，凌晨时分便迫不及待地来到大使的身边，两人在花丛中急切地相拥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竟是克劳德找了过来。大使赶忙走出花房，借口散步拖住克劳德。玛丽则趁机悄悄跑回房间，她以为自己瞒天过海，却不知对方早已识破她的谎言。看着她沾满泥土的双脚，克劳德心中满是失望与愤怒。另一边，大使回到房间，却发现玛丽的贴身女仆躺在床上，手中还握着花房的钥匙。他对大使情深意重，殊不知大使对他只是一时兴起，没说几句，竟把他赶了出来。克劳德看到衣衫不整的女仆，怒火中烧，这样只敢抹镜，实在是可恶至极。他与大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决斗，克劳德占据上风，击败了大使。好在旁人及时阻拦，才避免一场更大的风波。毕竟大使身负外交使命，他若出事，极有可能引发两国战争。玛丽得知大使受伤，不顾一切地跑去探望，甚至甘愿放弃一切，跟随他回到英国。不料大使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玛丽。 Vous lui êtes trop précieuse auprès d'Anne pour qu'il accepte votre départ. 玛丽不堪受辱，回见相向，在大使脸上留下一道血迹。玛丽虽暂时得到丈夫的原谅，却也陷入深深的自责与痛苦之中。安妮担心她前来探望，还带来了大使与仆人不正当的消息。玛丽这才如梦初醒，重新振作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太后因安妮多年未孕，对她百般刁难，甚至在国王生病期间，妄图扶持小儿子加斯东争夺王位。消息很快传遍皇宫，玛丽和安妮私下商议，意识到此事背后的危机。一旦加斯东结婚生子，安妮这个无子嗣的王后必将处境更加艰难，甚至可能会被送回西班牙，引发两国争端。于是玛丽和玛格丽特找到了元帅，小以利害，成功说服他去劝说加斯东放弃联姻。加斯东听从了元帅的建议，这让太后大为恼火。太后得知是玛丽在背后搞鬼，派人抓走了她的贴身女仆，并让国王顾问秘密审讯。女仆为求自保，将知道的聚会信息一一交代，还意外得知玛丽等人竟在密谋推翻国王的统治，扶持加斯东上位。消息很快传到国王耳中，路易不动声色地软禁了加斯东。事情败露，玛丽决定逃离皇宫。在花园里，她偶遇了沙莱伯爵，对方对她已倾慕已久。玛丽故技重施，用眼神与言语迷惑伯爵，让他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，执行刺杀国王顾问的危险任务。然而他们的计划早已被人识破，因为他的贴身女仆早就背叛了他。安妮愤怒地指责玛丽，认为这一切都是她的错。 Ne comprends pas qu'ils se sont ligués contre moi? Tes machinations leur ont donné les armes qui leur manquaient pour me répudier. Par ta faute, je vais tout perdre. Comment pouvez-vous dire cela, Majesté? Je vous assure... Tes ruses et tes intrigues se retournent toujours contre moi. 后来玛丽很快被传唤受审，面对刺杀指控，玛丽镇定自若地为自己辩解，将一切的罪责全部推到沙莱伯爵身上。由于没有确凿证据，他也暂时被释放。最终沙莱伯爵被判处死刑，路易还是下令流放了玛丽。玛丽绝望地求助丈夫，希望他能和自己一起逃往英国，却遭到无情拒绝，就连从小一起长大的女仆也离他而去。 C'est à cause de cette malheureuse aventure anglaise? Mais je t'ai pardonné.Je te croyais attaché à moi. Je ne veux plus servir une femme égoïste et cruelle. Ce qui me rassure, c'est que du fond de votre exil, vous ne ferez plus de mal à personne. 玛丽与安妮如同两尊破碎的景象，一个用炙热燃烧生命，一个以沉默吞咽悲苦，却都逃不过被权力碾压的宿命。然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，在权力的诱惑下，人性的弱点会被无限放大。在追求权力与利益的过程中，不应迷失自我，要始终坚守人性的底线。毕竟真正的价值不在拥有多少权力，而在于能否保持内心的善良与真诚。专注大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，好片不迷路，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爱。